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手指断财运旺衰。一、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的，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数据，属于智能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二、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地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三、食指弯曲，骨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形内有与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要看好自己的富贵，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嘚瑟，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再现。四、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五、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六、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指掌为上。圆润指掌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七、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
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8. 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乡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线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第二，有这5种手相的人最招财，最有发财命，看看有你吗？一、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得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另外，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点名声及好运，所以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2. 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3.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在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与商业头脑。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这样的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利润。4. 太阳丘、木星丘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两个任一部位出现星纹，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5.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表示这个人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这个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节省，记得还是要适时的花钱，慰劳自己一下。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
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好了，3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美丽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中出现这8种现象，早晚都能发大财。人的财富的多少看2个方面，一个是赚的多少，一个是漏的多少。一生能否过得富足，要看自己的财运和自己的守财能力。手相中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他是否可以聚财，对一个人来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既可以让人趋利避害，同时又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财运。那如何从手相看一个人聚不聚财呢？接下来小酱汁带酱友们了解一下。1. 聚财能力超强的手相特征。1. 财运线笔直。在手相学中，财运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的金钱运势。在人的手掌中都会出现一条财运线，只是有的看不太清楚，有的却是清晰可见，笔直伸长。如果你的财运线笔直清晰，一般就表示你的财运很好，一生中会遇到许多次赚钱的机会。就算出生在普通的家庭里面，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富裕的生活。这种手相的人聚财能力强劲，很会生活，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安定富足。2. 长有凤眼纹。所谓的凤眼纹是在大拇指第2个关节处有2至3条纹路组成的圆圈，看上去像一只眼睛。手上生有凤眼纹的人有富贵好命，生活富裕。长有凤眼纹的人都比较聪明能干，财运还尤其的好，做事情比较顺利，聚财能力也是一流。他们只要自己稍微用点心，就能够赚到很多钱。如果男的有这种手相的话，表示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如果女的有这种纹路的话，表示他们可以嫁个如意郎君，而且对方家境优越，生活富贵。3. 手掌方正有肉。手掌生的方正有肉的人，财路丰盈，聚财能力强劲。这种手相特征的人，性格稳重踏实，为人忠厚诚恳，拥有好的人脉圈，财路宽广，能够从多方面获得钱财，日子过得安定富足。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比较幸运，做事颇有远见，似乎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给人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行事作风果断有魄力，再加上自身财运旺盛，所以无论他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能从中获利，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4. 大拇指很长。我们这里说的大拇指很长，通常是指大拇指的长度几乎已经到了食指的第2处关节处。但凡大拇指到达这种长度的人，大多都是富贵有福气的人，一生财运很旺，容易有傲人的成绩和收入。这种手相的人聪明能干，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具有大智慧，做事有条有理，又特别擅长把握时机。他们为人谦和坦诚，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这种手相特征的人，贵人运很好，有很强的聚财能力。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的时候，总有人及时出现，为其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使其顺利快速走出困境。5. 水星丘饱满。水星丘指的是小指根部，也就是财运线和钱财纹所在的位置。如果水星丘生得饱满有肉的话，通常都表示此人财库丰盈，财运较好。他们十分精明能干，如果不是自己当老板，也绝对是好的副手，收入可观。
这种手相特征的人为人正直善良，口才好，也擅长交际，懂得随机应变，容易获得好的生财机会。再加之自身本来财运就很好，所以赚钱对于他们而言会容易很多。这种手相的人聚财能力很强，日子过得安定富足。6. 钱财纹数条。手相学中的钱财纹也叫做是理财纹，指的是小手指和无名指根部长有一些细细的斜纹。如果钱财纹有很多条并且清晰可见，那就表示此人财运旺盛，不缺钱花。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能说会道，口才极好，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在职场中深得上司器重，委以重任。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去做一些投资，在贵人的指点和帮助下，再加上自己的好运气，会获得丰厚。这种手相的人眼光精准，对赚钱的机会向来不会放过，所以他们生活也是安定富足的。7. 财富纹。在大拇指的第2节表面会有一些横向或者纵向的纹线，这些纹线便被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不论横纹或者直纹，纹线越多，表示钱财积累的越多。另外，在大拇指第2指节和手掌交界处的交叉线所组成的格子纹、斜纹、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等等，均可称为财富纹。而且财富纹以见方格纹和菱形纹为最佳，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赚大钱的可能。拥有财富纹的人，无论是横纹、竖纹或者斜纹，纹路的数量越多，表示其人财富越多，同时也更加忙碌。因为拥有很多财富线的人，大都会对其所从事的工作事必躬亲，谨慎小心，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也非常的辛苦。故人们常说，财富线多的人是天生的劳碌命。8. 元宝纹。在手掌中心的纹线如果形成一个梯形，上面宽下面窄，形如元宝，而且封闭比较严密，4个角不漏，这属于有大财库的手相，代表其人有很强的聚财能力，容易有很多的资产，如房子、车子等等。元宝形状越大，则财产就越多。有的人手中有大元宝，有的则是小元宝。不过有元宝纹的人通常都比较富有，代表生活富贵的意思。有元宝纹的女性不但自己财运好，而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已成为富太太。2. 不聚财的手相特征。1. 五指并拢，手指缝隙较大。具体的是手掌放平，手指并拢伸直的情况下，手指之间出现很大缝隙，说明此人一生中容易漏财。所谓的漏财，就是日常生活中不会节约，总是大手大脚，经常因为冲动会去买一些没用的东西，属于没事儿喜欢乱花钱的主。关键是这类人的财运一般也不会太好，所以一生基本上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整天都在压抑紧张的生活中生活。对于这类人，需要学会理财和节流，对于花钱要做好计划，这样最大限度上的不乱花钱，让自己的钱能用到合适的地方，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财运的好转。2. 手掌伸直，掌心隆起。手掌伸直以后，掌心位置会有2种情况，一种是下凹的人，他们能够聚财，会守财，属于让生活和稳定很幸福的人。反之，如果掌心凸起，整个手掌有点小山的感觉的人，财气不旺，也更容易散财漏财。这类人赚的不多，花起来还没有节制，时不时的还会丢钱。简单来说，就是手里永远存不住钱。这类人最好是自己只管挣，家里的财权交给对方，自己手里只留够用的生活费就好。3. 无名指和食指一样长。一般来说，无名指和食指一样长的人，属于性格比较冲动，做事不经过大脑的人。这个特点在平时的生活中更加明显，对于一眼看着顺眼的事物，会不假思索的购买。冲动的结果就是家里放了很多东西，都是没用的，等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没钱了。这种人就是传说中的剁手族。如果想自己过得舒坦点，或者说过得不用那么拮据，也是最好不要自己掌握财权，自己只管努力赚钱，花钱的时候可以随时申请，也许经过一个缓冲，就会自动放弃很多的冲动。4. 手掌中没有财富纹。
财富纹是在人的小拇指根部的一些纹路，大部分呈川字形，一般人的财富纹都比较的轻，看起来不是很明显，而且纹路也不会太多。财运好的人财富纹会很多，而且很明显，是一种富贵命的表现。也有一些人在手指根部没有一点财富纹的存在，这就说明他们的财运不是很好，财路不通，还时常有破财漏财的情况发生，一生都难有富贵的时候。手相也只是判断财富的一个方面，还需要根据人的命理八字等因素进行分析，也和自身后天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利用好现有的条件资源，不断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才是一条正确的命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两指不碰头，夫妻难白头，一辈子注定多婚的手相之人，双重婚姻线，也就是指手掌中有两条平行的婚姻线。那么这种婚姻线代表着其人一生2次婚姻，而是说明自己的运势很容易受到婚姻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后就可以迎来财运的转变，但需要注意避免因为过于关注事业和财运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你的事业财运方面只能说是一般，事业上要在婚后才能有一些发展空间，整体的财运也需要到中晚年。身体上要注意呼吸系统方面，此手相一旦遇到挫折，都比较容易急躁，心态的调整对你来说也很重要。感情婚姻方面，你会晚婚，经历的恋爱次数不会多，正缘会晚一点，27岁左右会遇到你的正缘。第二，6个富翁的手相特征，占3个的人至少小康。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在事业上容易成功，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2.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3.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应变力强，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话说得少，事做得多，为人亲切富同情心，属于心地好的人。小指越长，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4. 财运线六绣纹清晰。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之掌上直纹、小指下之直纹，亦称六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之六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六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家，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之六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5. 手掌有财库。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呈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
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不用太辛苦，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不喜欢替别人打工，喜欢自己创业，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收益不菲，日子也是越过越富。6. 掌心藏水，你可做个试验，先把手伸直伸平，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看看有多少，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所谓的掌心藏水，指的是手掌平摊开，掌心部位凹陷下去，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这种人善于理财，也比较的喜欢存钱，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第3，面相12宫福禄解，第1宫命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印堂，看名字便知，它是决定我们命运的最重要部位。它的位置在双眉之间，山根之上，它是吉凶气色的聚合处。好的印堂应是光明如镜，平平坦坦的，这样的人生会大多顺遂，波折较少。而假如是下限不平坦的，眉头紧蹙，显得很狭窄的，有皱纹的，或是有疤痕的，这些都会影响命运的起伏，让运势多波折。第2宫官禄宫，顾名思义，官禄宫就是管我们升官发财的事业运的，它的位置在印堂之上，前额的正中间。经常有不知道的人把这位置跟印堂弄混的。同样的，这里长相上要求要丰隆平满，光润开阔，颜色上明黄发亮者最是好相，其他额头短小不平、有皱纹、颜色不好者都会影响运势。第3宫福德宫，在前额左右眉毛的上方，专业上称为天仓，它管的是人的福气。如果前额的天庭和下巴的地廓相对，又同样都丰满无缺的话，这人必然是五福具备，长寿健康，生活康宁的，将来还能寿终正寝，死得安详，是属于福气的长相。第4宫兄弟宫，兄弟宫指的是眉毛的位置，古时用来看兄弟间的关系等，比如二眉离得太近，杂乱相交者，大多兄弟越强，手足相残。而现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不用考虑这点，但可以引申开为看平辈间的关系及感情。眉头上方为交友部位，不宜有不好的纹路及疤痕。第5宫财帛宫，财帛宫指的是鼻子，女的也叫夫宫，代表的是财富与事业的位置，所以我们才经常说男鼻看财，女鼻看夫运，就是如此。好的鼻相应是高隆丰厚，准头圆鼻一丰，而鼻梁挺直的，这类人往往也事业有成，财富丰裕。其他的诸如歪斜弯掉、尖薄侧、反露骨、漏孔等等类型的鼻子都是不好的类型，颜色上若布满红丝或气色清暗，属于有疾病或要破财的征兆。鼻头若现红赤之色，专业上说是叫火伤中堂，这是大祸临头的警报，切要小心，不可妄动，以消灾破难。第6宫田宅宫，顾名思义，田为田地，宅为房屋，它管的是我们的固定资产，它的位置在眉眼之间的上眼睑，与额头相似。田宅宫长相上也要求以宽广丰盈为佳，不仅有利于置产，还影响人缘。那些塌陷窄薄的相，大多性情急躁，人缘不好，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事业的发展。第7宫妻妾宫，也叫做夫妻宫，位置在眼睛的尾部尖门的部位，同别的部位一样，这里也要求平满丰隆为好。如果妻妾宫有缺点，比如有疤、长痣、有皱纹，或是太阳穴下陷等，婚姻中都会有问题，例如外遇等。第8宫儿女宫，顾名思义，儿女宫看的是儿女的信息，位置上在下眼睑肋堂位，此处也要求要丰厚，不宜空陷。在医学上，这个部位与小脑的关系也很密切，如果有缺陷或有恶痣、斜纹之类的，都会影响到小脑，从而影响性欲，对将来孩子的成长、健康、个性方面有不利影响。
第9宫迁移宫。以上说的是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宫位，下面这几个是影响相对次要的部位。但是实际看时其影响也不能小看忽略，应该都要考虑进去。迁移宫的位置在前额左右眉尾上方的靠着发的部位，管的是人的移动方面信息，像交通、乔迁、旅游、调动、出国等。第10宫极恶宫，位置上在我们的双眼中间山根部位，管的是我们的健康以及祖产根基等方面。长相上要求丰满润泽，气色良好，如有断裂塌陷、致疤破败等，都是很不好的兆头。第11宫父母宫，也即是前额天仓左右的日月角，长相上要求高圆明净，气色良好，微微隆起无偏斜。这类面相一般遗传良好，家庭不错，父母教育成功，出人头地相对较早，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走吃很多苦，对人早期的成长及事业等会有好的帮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头角峥嵘。第12宫奴仆宫，过去有奴仆，现在新社会则可以广泛到下属、同僚、晚辈等，长相上也要求以下科圆润丰满为佳。此部位如果肩线偏斜窄削等，一般人际关系不是很好，身边周围之人不是很拥戴，所以特别要注意弥补下孩子的教育及与他人的相处问题，以免晚景寂寞。以上是从五官脸上的部分来看面相，只能作为一部分的参考。实际上，面相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过程，它不仅要看五官脸型等，还要看肤色，也就是人的气色，还要看身体，还要根据人的整体形象进行五行划分，看面相与体型是否整体搭配等，最终还要看一个人的言行，这是后天的影响，非常之重要。如此才是一套完整的看面相方法。当然，这些是要更高层次的知识了，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